世子妃，这佛像是空心的，里面是一只用人血喂养的恶鬼。这老道是专挑邪门害人的道法修行。世子妃，这恶鬼再养一些时日，收拾起来就比较困难了。不过他比较倒霉，遇到了姑奶奶我。世子妃，我想说的是，你踩到我脚了。嗨，你不早说！你给我机会了吗？婉婉，接下来怎么做？你俩去将那黑黢黢的东西抢过来，小心别被打碎了。阵法被破，老道自知自己技不如人，本想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，谁知道来的人不是他能搏得起的，只能将自己辛苦供养的恶鬼放出来了。想着便举起佛像要往地上摔。萧景池飞身上前，快速将佛像夺了过来，落在了苏清婉旁边。太子则3两下将老道和李二狗制服。苏清婉对两人的功夫竖起了大拇指。将他们宰了吧，一会儿给老黑老白送送业绩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有种的话就跟我比一比道法，让他们将我困在这儿算什么本事？说完嘴里又嘀咕着咒语。苏清婉手中的佛像开始剧烈的晃动，周身也开始出现裂纹，一团黑雾冒出。一只浑身是血、眼珠子掉在脸颊上的恶鬼狰狞恐怖地看着苏清婉。嘿嘿，看见没有？他生前可是被人放干了血，这死后的怨念成魔，我每日是用鲜血供养着他。如今呢，他是只听我的。哦，真的只听你的？我不信，不过我不给你展示的机会。哦，真的只听你的？我不信，不过我不给你展示的机会。说完也不过那老道长得像猪肝一样的脸，默念咒语，用手中的符纸将恶鬼定在空中动不了，又快速念咒将黑白无常召唤了出来。何鬼子，你怎么还没去投胎？大仙儿，我暂时不想投胎。阎王念我生前做了许多善事，允许我在阴间逗留一些时日。我现在是阴间的实习鬼差。傻鬼子，这是当免费劳动力了。以你的功德，再度2世讨个末等的小仙也是可以的。你既然来了，那正好。他就是在神府摆阵的那个老道，也算是你的半个仇人了。那老道此刻非常后悔自己修习了能开天眼的咒术。他看到了什么？那是黑白无常，还有他身后的鬼。为什么眼前这个小姑娘能将黑白无常召唤上来？他们好像对这小姑娘很尊敬。鬼啊！有那么可怕吗？淡定，你现在也是鬼。我怎么躺在地上？我死了，真的死了。我不想死，我还没有享受够呢。我那床底下盒子里还有银票没花完呢。丢下油锅吧，你那些银票，姑奶奶会替你花的。我刚做鬼，生拔魂魄的手法还不是很熟练，你忍着点啊。说着便硬生生地将老道的魂魄扯了出来，那手法之重，看得苏清婉都直叫一个爽。好了，还有这恶鬼，他应该是受那老道的蛊惑，你们一并带下去审判吧。那便谢谢小医官了，我们这就走了。下来，大仙儿，不是叫你去投胎了吗？太子的现身符失了效，看不见是个什么鬼，有些着急，讨好似的看向苏清婉。世子妃，让我瞧一瞧。你当姑奶奶我是血牛啊？我的血说放就放。用我的。苏清婉脸部抽了抽。怎么，我的血不能用？倒不是不行，就是没黄纸了。不过你要是将你那荷包里的100两银子给我，我可以用别的法子让你看见。太子眼睛瞪得老大，他连自己有100两都算到了，心疼的扯出荷包。虽然他是太子，可是他也不富裕啊。苏清婉接过银子掂了掂，咧开嘴笑了，将银子放进腰包的同时，又掏出一张符纸，用太子的血画了画。这不是用过的吗？你不懂，这叫2次利用。现在的黄纸也是贵得很，好几10万一张呢。它闻着好香啊！你别饿极了啥都吃，吃了它，你这小鬼肚子会爆炸的。冯秀儿闻言赶忙收回自己的头，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还是啃点饼来的实惠。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。我本来是跟着鬼差大哥一起走的，但是路上被一个拿饼的小孩吸引了注意。等我回过头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走远了。我不知道地府的门该怎么走，便又回到了坟头上。正好瞧着那姑娘给我放了个饼，就跟着来了。既然这样，你便留在我身边吧。
真的可以吗？大仙儿，留在你身边可以日日都吃到饼吗？皇后有我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一个碗刷。皇后有我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一个碗刷。早知道做鬼这样好，我早一头撞死了。不行，太疼了，勒死不行，太丑了，反正早死就好了。不行，有机会一定要回一趟桃花村，将爹娘还有弟弟都搞死。婉婉，他这样跟在你身边，49日后不会魂飞魄散吗？那是我骗鬼的话你也信？吁，杏儿姑娘，这苏府还未到，怎么就停了？前面有人挡道。哟，我倒是想看看谁敢挡姑奶奶的道，正好好久没打人了，手痒痒。只见一女子身着酒红色雨衣，侧翘着二郎腿，坐在一把冒着黑雾的交椅上。孟姐姐，小医官，好久不见呢。也没太久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这不是画看腻了，想看看你说的真人到底有多帅。你来了，那谁舀汤啊？那是阎王该考虑的事情。姑奶奶，我休假了。苏清婉内心直呼一个漂亮，死阎王，盖。不错。哎呦，这个也不错。婉婉，你们认识？他是鬼，那为何杏儿能看到？我孟姐姐怎能是那些小鬼可比的？她可以随便施法隐身现身。你不怕吗？鬼哪里有人可怕？哎呀，不愧是敢刨我坟的妞。你这个小马夫不错，只是似乎被什么禁锢着。苏清婉看了眼杏儿，只能算出她命中富贵，却算不出她家在何处。你有灵力，你帮我算算。你捡的娃还是你自己留着算吧。我这不是被你的老相好叫灵力禁锢了吗？我打算在这里多陪你一段时间，反正那孟婆汤我都熬了好几大缸，一时半会儿不会供不应求的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有孟婆在和自己灵力回来没啥大差别，唯一的差别就是分一点美男给她欣赏。不过我觉得你改个名字比较好，久待的话避免不了跟人打交道，总不能孟婆孟婆的叫吧？那叫什么？孟大龙如何？萧景池和太子闻言眉眼抽动，叫这名儿孟婆不带炸了。这名儿好，就叫孟大龙。孟婆双手一拍，轻从玉手指了指啃饼的冯秀儿。你便做我的侍女吧。我不要，我要跟着大仙回，他给我饼吃。这鬼孩子到底啥脑回路啊？不知跟着孟婆往后可以在地府横着走，一顿饱和顿顿饱都分不清。小鬼挺憨，我挺喜欢，就是缺了个脑子。那便让那个小马夫给我做侍女吧。那是我刚捡的丫鬟，你倒是会挑。最后只能微微叹气。那信给你，秀就跟着我吧。谁叫他还有下一世历劫才算完成，到时候还要让孟婆帮忙作弊。再者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套话呢。你确定小世子的病全好了？是的，小姐，奴婢在平王府门口守了好久，看到了世子和太子，还有谁？还有大小姐。如今应该是世子妃了，他们上了一辆特别气派的马车。世子妃，你是专挑我行我的错是不是？奴婢不敢，小姐饶命，是奴婢的错。门被推开，是苏清河的母亲周秀兰身边贴身的嬷嬷。刘嬷嬷，你是不知道敲门吗？二小姐恕罪，老奴有事来报，一时忘了规矩。这老钱婆每次都说是一时忘了，还不是仗着自己是母亲身边的红人儿，小时候有奶过自己，所以在这儿装大拿巧，以后找时间再收拾她。什么事？大小姐和世子来了，太子也跟随着，夫人叫你去正厅。什么？你说谁来了？大小姐和世子爷还有太子。小姐还是赶快打扮一番，随我去前厅吧。苏清河自诩聪慧，怎能不明白自己母亲的心思呢？世子虽然被那小疯子得了便宜，这不是还有太子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等着。哦，对了，将他扔进后院那口井中。小姐，我错了，你不要杀我，求求你了，小姐。割了他的舌头再扔。刘嬷嬷想要替婢女求情，又一想眼前这个主子，越是求饶就越残忍的虐待。这些年她身边的贴身婢女就没有待超过1年的。你
你们两个帮我选个好看的衣服，若被世子注意到，那定是有赏；若没有，你们知道下场。世子莫怪，今日听闻世子已痊愈，臣女一时高兴，忘了行礼。萧景池头也没抬，声音低沉冷漠：“姐姐，世子和太子父母都在，姐姐怎可与这种不正经的女子坐在主位上？”大龙，人家说你不正经，这倒是比看画本子玩恶鬼的头颅刺激多了。小医官啊，快让姐姐见识见识你的功力。啊，我忘了，姐姐是患有疯病的，此时应该是发作了。世子能这样体谅我的姐姐，真是他的福气。苏清婉看着一双眼不离萧景池的苏清河，瞬间明白怎么回事。来，妹子，凑近点看看。小医官啊，你就这样让这个小茶茶看你的大宝贝？不妨，看着吃不着更难受。世子莫怪，姐姐既然犯了病，就应该好好的在屋里待着。不如我送姐姐去我的清水阁休息休息。和儿说的对，婉婉要不先下去休息休息。谢谢小茶茶和老茶茶的关心哈。本世子妃今日不是来休息的，是来讨债的。疯子小迟早送你去见阎王。这小子说了什么疯话？太子殿下，世子爷，你们今日来寒舍是有事？寒舍？你管这叫寒舍？那我的东宫岂不是茅屋了？你这便宜爹还真是会盘算。想来是世子与婉婉的婚事要作罢了。太子和世子爷请放心，当初本就是定的贺儿，只是成亲那日婉婉犯了病，将她妹妹砸晕了，自己偷偷换上了喜服。下官知道后以为是意外，这几日正想着如何去王府将此事说清楚。既然世子先来一步，不妨今日走时将贺儿带走，婉婉留下。秀，你这便宜爹还真是会盘算。现在知道你的老相好有多可恶了吧？给我图的是什么破胎？注意素质，放下个人素质，享受缺德人生。我没生他们脸上已经很有素质了。放肆！休要在这里胡言乱语。孟姐姐，我觉得你的扇面该换新的了。孟婆翻转着自己手中的团扇，又看了看苏文祥，一脸嫌弃的道：“不要，我这扇子可是用那上好的恶鬼皮囊制成的，它长得一言难尽，做出来定然是不好看的。”说着又将目光在苏清河身上打量一番。等他下去了，用他的皮，到时候送你一把。太子殿下，世子爷，不知这位是世子妃的朋友？哼，我不管你与这逆女如何认识的，但这是苏府，不是你来撒野的地方。转身又对着萧景池一脸讨好的道：“世子爷，不如你先将小女贺儿带回，这逆女留下我慢慢教训，也免得您和太子在这里污了你们的眼睛。”苏清河听着，已经开始幻想今晚与萧世子一夜翻云的场景了。他的房间里还有一包一会儿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，还有他那的睡衣。本世子何时说是来换人的？你这尚书府真当我王府好骗是吗？那是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，大宝贝。小童，你也先别想美事儿。姑奶奶今日来呢，是有一件小事。姐姐怎可对着父亲自称姑奶奶？也是，不能让她这样占我便宜。那叫祖奶奶？不行，还是太小。你老祖来了，叫我一声祖奶奶都是占了便宜了。你好了，不讲这个了，索性就让你占一回便宜吧，还是叫姑奶奶吧。乖孙，姑奶奶我今日来呢，是有2件事，这2件事都跟银子有关。来人，给我将这个不孝女押下去。苏大人，婉婉如今是世子妃，更何况她今日是带着皇上的旨意来的。本王的世子妃是你说想打就打的。什么？皇上的旨意？那边杵着的那个，去端点酒过来。婆，收收你身上的阴气，瞧给孩子吓的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要不我找几个爷们儿吸点阳气，中和一下。哎，你可别，我怕你那老相好杀过来，好歹等我飞身后啊。哪2件事？
冯秀儿甩着胳膊，一蹦一跳的将纸从杏儿手中接过去，送到了苏清婉手中。苏文祥和苏清河以及周秀兰瞪大了双眼，他们看到了什么？那纸自己长了腿，一上一下跳到了苏清婉手中。姐姐，你不会是学了什么邪恶之术吧？妹子，你先别说话，姑奶奶我先办正事儿，办完再跟你交流。这张纸上写着，你欠了老狐狸他爹3万两，哦不对，5万两。苏清婉看着纸张上3变成5，心里给孟婆竖了个大拇指。这有灵力就是好啊！什么？谁是老狐狸？老狐狸他爹又是谁？就是他爹的爹。苏文祥看了眼太子，恍然大悟：你休要胡说，这是假的。那可是玉溪叶，做不得假的。苏清婉看白痴似的看了一眼苏文祥，何况太子在这儿，还是你觉得太子会跟着我一起作假？太子殿下莫怪，微臣确实因当年为先皇办事缺少银两，后来从国库中透支了一些，只是现在微臣靠着那点微薄的俸禄，也仅仅只能维持这一家的日常开销啊！不是微臣不想还，是真的没有过多的银两啊！妙啊！你这老逼灯的意思是欠皇家的银子都是因为给皇家办事啊？怎么你个小孙子有银子养7、8个姨娘，没银子还钱啊？还有，你这温柔可人的查查小闺女，她这一身行头下来可值不少银子。还有，你闭嘴！你胡乱说些什么？我是你的父亲，怎么就成孙子了？叫你孙子都是让你占便宜，给你便宜占你还不要。我跟太子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苏大人稍安勿躁，本殿下今日前来只是陪衬，这凤凰命的是世子妃，你应当与世子妃说。别瞎寻思了，分不法，爹是娘是孙小查查，甭管谁都不法，知道不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你的意思是，不还钱就掉自己所有的亲人是吗？欠国库银子的不止我们尚书府一家，姐姐何苦这样为难自己的亲人？查妹妹有所不知，我就是看你们不惯，所以想先来收拾收拾你们。老登还是不还？哎呀，不还我可就关门放鬼了哟！你这个逆女，今日就杀了我，我也没钱。秀儿，去赏这老逼登几个耳刮子，扇几巴掌就赏你几个饼吃。那盘点心可以给我吗？都是你的。秀儿立马挽起袖子，飘到苏文祥身边。他就知道跟着大仙儿有饼吃，还有点心吃。看在你发疯病，为父不与你计较。只是这小鬼看着瘦巴巴的，力气倒是不小。周秀兰和苏清河只见苏文祥的脸左右摇摆，时不时还向上望一下，那脸快速的肿胀了起来。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不要吓我呀！大仙，要不要连他一起做？千万别揍他，揍了他，大仙我就看不上小了。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他快要被你的毒死了哟！太子一口茶又呛到嗓子里，止不住的咳嗽。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萧景池脸也微微泛红，看来今日回去要好好普及一下给这小丫头，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什么话是关起门来悄悄说的。老查查，下次与人会记得穿好衣服再出来，这松松垮垮的，春光乍现，你说万一的狼盯着了怎么办？你休要胡说！我虽是继母，却也好歹是你的母亲，你怎能说出如此诬陷我的话？老爷，你要相信我呀，老爷！逆女，你到底学了什么妖法？6万两。你休想！没钱。7万两。你就是要到10万两我也没有，有种你就杀了我！既然不想给，那便算了，走了，不送。太子，就这？萧景池只是轻轻一笑，这丫头定是在憋什么坏呢？明日我可就要10万两喽！说完便大摇大摆的走了。太子见萧景池和孟婆跟着，便只能紧步跟上去。哼，慢走，不送。哼，我还以为有多大本事呢，不过是皇上派来试一试口风罢了。就这样走了？不急，
明日他会亲自将银票送来的。你们先回去，本大仙要和孟婆去给这老灯下点咒术。我陪你一起。这咒术厉害的很，你在恐会伤及到自己，所以你们还是先回去，我和孟婆去就好了。放心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孟婆伸出细长的玉指，在空中打了个响指，两人的身影便消失不见了。小医官，快说，故意将他们支开是有什么好事吗？走，带你去看个小电影。哎呀，其实做鬼也挺好的，做鬼有饼吃。啊，你别哭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大人物和一个大鬼物，让他们替你出气。大仙儿，有冤情。什么冤情？来吧，跟大仙儿说，让大仙给你做主。爸爸爸爸爸，你能听得懂？听不懂。那你怎知有冤情？舌头都被割了，还是从井里爬出来的，指定是被人害的。你还怪聪明的。大仙儿，你是第一个夸我聪明的，我就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。你跟他聊了半天，他就没告诉你，做了鬼，这些零件可以拆了再安装上去的。我以为这技能鬼鬼都能知道呢。苏清婉看了看冯秀儿，又看了看旁边那个将自己舌头拔掉岸上的尸鬼，捏了捏眉心，忍住教育鬼的冲动。先边玩去，我们有正事。大仙你先去忙，我陪他去再跟别的鬼唠唠。这苏府后院的鬼可多了，不是累死的就是淹死的，一个个比我这个饿死鬼惨多了。我说婆呀，我现在没灵力，只会简单的咒术，你这速度容易给我干晕车的。姐姐下次注意哈。这也没什么好看的呀，是不是也有什么机关密室啊？再过半炷香，他们就该闪亮登场了。这次你记得收音啊！怪不得老壁灯头顶一片青青草原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糟了，看得一星期隐身术啥时候失效了都没注意。我想是个法让他们暂停一下，好好研究研究的，好像一激动整岔劈了。要不你们继续，完事后我们再聊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打扰你们，我就坐旁边看着，该看的都已经看过了，不用多此一举的，都不是外人。嘿，这小白脸儿，真是一点担当都没有啊！谁在说话？哎呦，忘记收音了。索性一挥团扇显身出来，周秀兰和自己的姘头看着突然出现的孟婆，被发现了，不好玩。鬼啊！我又不是黑白无常，长得有那么恐怖吗？婆呀，眼珠子掉了。孟婆这才想起自己的眼珠子还悬在床上两人的头顶观摩，团扇轻轻一勾，眼珠子瞬间回到了自己的眼眶。周秀兰吓得失声，想要叫出来，却发现自己不会叫了。淡定，上面的门我可没关啊，你这一叫老壁灯万一下来了，可不能怪我没提醒你啊。接下来的话呢，你可要听清楚了，若是不想让人知道你在密室里养姘头，10万两，可1分都不能少哦。还有我那早死的娘的嫁妆，你也要还回来哦。哎呀，小医官啊，还有什么连续剧没？走，去小茶茶舞，现在就还能赶上热乎的。小医官啊，这是……看着进来的这1、2、3、4、8个壮汉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哼哼，你们3个留下，其他的可以走了。这……孟婆有些恋恋不舍地看着走掉的5个壮汉，就不能一起玩吗？苏清婉伸出食指放在唇边，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孟婆坏笑着点了点头，仔细盯着几个演员即将开始的表演，还不忘吞了吞口水。不想苏清河起身走到床边，将旁边的香在烛火上点燃，又将熏香燃起。3个壮汉慢慢的开始意乱情迷。苏清河趁机掏出一根银针，快速的在3个男子手臂处扎针取血，小心翼翼的将血存放在小瓷瓶中。小医官啊，这也不是小电影啊。我也没说是看小电影啊，再说看多了怕你受不了。我是鬼，这点反应都克制不了，这些年的鬼白做了。
倒是你。孟婆一脸坏笑地看着苏清婉，要不要告诉小医官她的灵力如何恢复？那方法她绝对爱。哎，本大仙活了这么久，早已遁入空门了。被迫的。这个小茶茶想做坏事啊？他应该是学了一些歪门邪道的法术，是和合符水咒的炼制方法，用100个男子的精血加咒术炼制成和合水，然后洒在自己中意之人的身上，对方就会深深的爱上自己，无法自拔。啊，这货是想夺你爷们儿啊？我呀，你就说忍得了吗？真是恕可忍，皆忍不了啊！说罢，打了一个响指，瞬间显身，闪到了苏清河面前。小疯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妹子呀，淡定淡定，我就是来单纯的换你名声的。你想做什么？哎呀，这孩子，上帝把智慧洒满人间，唯独对你撑了把伞，不如我帮帮你。你这个疯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一定是学了隐身的法术才这样捉弄人的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过来呀，过来我就告诉你。苏清河一怔，鬼使神差的走了过去。我看你是老和尚的木鱼，天生挨打的货。小医官，下次闭着点脸，那皮我准备做扇面的。刘嬷嬷，小姐真的睡了，您明日再来如何？不是我要见，是夫人要见，你们是瞎了眼了吗？刘嬷嬷莫要怪罪，实在是小姐说过，今日我若是放一只丸子进去，都会让我去与翠儿作伴的。夫人啊，要不我们明日再来？给我将他拖走！你们把好这院子，我没出来前不许进去。周秀兰快步走到房间，推开门便看见苏清河与3个男子躺在床上，脑袋来不及打转，苏清婉的头从门后歪了出来，一脸洋溢的笑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果然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秀兰的闺女会享受，还真是，还挺公平。秀兰啊，不得不批评你，这一点就被你闺女拍死在沙滩上了。明日你多学2个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为人父母的都是孩子的榜样。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又问。哎，我都不屑地说你，光子不长脑子。你看这架势，明摆着这是要债不成玩损招嘛。我准备先这样，再这样，然后那样。你好阴险的心呐！哎呦，一般世界第3啦！你有我在，你们休想出去！秀兰啊，遇到事情不要慌，我们不出去啊！反正你那绿帽子王夫君正在往来赶。周秀兰后背依旧紧紧贴着门，警惕地看着苏清婉。你过来，不然一会儿会有血光之灾的。送你出去才会有血光之灾。自己只要坚持到女儿醒了，穿好衣服将这几个男子诬陷到苏清婉身上，便可以全身而退。正焦急地望着明明昏迷却还一脸享受的闺女儿，门被人哐当一脚踢开了。周秀兰直勾勾地趴在了地上，摔倒时额角不小心碰着前面的凳子，顿时鲜血如瀑布般横流。苏清婉和孟婆隐了身往屋外走，用只有周秀兰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哎呀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呢。秀兰，老爷，你听我说，这是不花钱就能看的吗？哎呦，不得了了，这床真是比秀兰屋中密室的床还大，这男人比秀兰密室的男人更多更壮啊！不得了了，苏家二小姐偷人了，一偷还偷3个！小厮们反应过来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看见了不该看的，苏府定是不会留自己活口的。这死老头过不了多久就会杀你们灭口哦。如果你们现在出去大街小巷的传，知道的人多了，他们反而不敢大肆杀你们，杀了就证明他心里有鬼，反而坐实了。啊？什么？这老头心里还有个鬼？这苏家竟养鬼了呢？此鬼非彼鬼。又继续诱惑着小厮们。现在不去传，你们可能活不到天亮啦。老爷，你快说句话呀，老爷！贱人，你教的好女儿！是他，都是他陷害的。我进来时，
他和他身边那个女子正在荷儿的屋里。哎呦，这可不行瞎说呀！我明明刚进屋子。还有啊，我这哪有什么别的女子啊？秀兰啊，一定是脑子里缺了点东西，这是病，听话，咱得治啊！大小姐确实刚刚从院子里进来的。都出去！今日之事重，都管好自己的嘴，重重有赏。你又来做什么？苏文祥，隆起20年，贪污赈灾银两5000两；隆起23年，贪污贡品夜明珠1段；南山一主，隆起24。你住嘴！你休要乱说！嘴比死鸭子的还硬啊！你贪污的东西都在床底一块掏空的地板下，还有，我还！你先住嘴！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12万两，外加我娘的嫁妆3万两。我明明只欠了国库3万两，你娘当初的嫁妆只有3000两，哪里是这样多？确实是，我就是小小的趁火打个劫嘛。你也可以不给啊，那就保佑自己贪污的事情以及……苏清婉用下巴指了指床上，都别被发现的好哦。忘了说了，我发疯的时候就是个大嘴巴，遇到路边的狗都能唠上2句。老爷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好，我给。还是你懂事儿。你现在可以走了吧？不急，给你们看个好玩的。周秀兰心下一紧，这疯子不会是要将自己的姘头送进来吧？哎呀，秀兰呐，莫慌，我绝必不告诉这老壁灯，你在你们的卧室修了个密道，里面养着个小白脸儿。哎呀，我都说了我不告诉他，那密道的入口就在那福英松的画后面，这咋还激动的晕了呢？一会儿秀兰醒了，你告诉他厨子该换了，这点心腻得慌。哦，对了，想办法换一家打工吧，那小叉叉想搞死你很久了。大仙，你帮我报仇。我有一个秘密告诉你。哟，这回不阿巴了，知道按上舌头说话了？说吧，什么秘密？其实，你不是你爹生的。废话，你还能是你爹生的？大仙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苏文祥亲生的。展开说说。我也是不小心听夫人和二小苏清和那个恶魔说的。他说，大夫人与老爷成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身孕，大夫人当日晕倒在郊外，恰巧被老爷遇见了。老爷瞧着大夫人那腰间的玉佩，觉得大夫人定不是普通之人，便一番猛烈攻势将大夫人拿下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与大夫人顺利成亲了，但是大夫人却说自己只是个孤儿。随后老爷便也不装了。后来大夫人早1月生下了大仙你，周秀兰当初各种灌输你是野种，老爷便更不装了。最后大夫人只能整日郁郁寡欢，扛了10多年，在您12岁那年终于扛不住死了。这样说的话，我不一定不是老壁灯的种，也不一定是老壁灯的种，就是说我可能是野种，也可能是早产。应该是吧。唉，希望我是野种。没准你亲爹呀还不如这个老逼灯呢。也是，不过没关系，倒反天罡这种事儿流程我熟。大仙儿，您就真的不管我们了吗？我都告诉您这个秘密了，活着的时候我可没有这么长舌过，就怕长舌将自己害死，死了断了舌头，好不容易长舌一回。我将这府中的咒术破了，再给你们每只鬼画一张符拿着，等半夜的时候你们轮流现身去吓一吓老壁灯，时机到了我自然会来给你们伸冤的。不过这现身符只能维持1个时辰，你们别一起用啊，要细水长流。小医官啊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天机。信不信我让死阎王收了你的天眼？哇，你这就不地道了哈，一会儿到了地儿你就知道了，包你满意。这是人间天堂，去叫你们这最好看的男灵叫来。苏小，别小姐小姐的叫，刚接受过新思想的我不太喜欢这个词儿，容易将我嫖与被嫖的身份转换。那应该叫什么呀？
苏清婉是我真名，苏大炮是我艺名，你随意挑选。这位是我的朋友孟大龙，以后他来这消费，你就挂我账上，我的账就挂苏尚书账上。苏尚书，苏清婉，那不是尚书府传言中的疯子大小姐吗？不是前段日子刚嫁给了战神世子吗？才听说世子的病痊愈。红云这样想着有些犯难，这要是被世子知道了，他这醉仙楼还开不开了。他还琢磨不准平王府对这封世子妃的态度，两头都传一声的好。老爷，你听我讲啊，这解释啊。是他，都是他的话。他说你那不到钟的时间救不了他，都是他。你这个疯婆子，你当真以为自己有多好看吗？若不是你钱多好骗，我怎么会乐意被你藏在这密室3年时间？我有你们苏府太多的把柄，我若不能活着出去，不出3日，你们苏府的丑闻便会……男子话还没有说完，一口鲜血涌出，喷了周秀兰一脸。倒地前不忘扭过头看被刺自己一剑的人，瞳孔放大。逆女，你杀了他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，那这些事传出去，我还怎么做人？原来父亲大人是担心这个，大可以放心，就是他不传。您觉得苏清婉那个疯子不会传吗？他说的是真是假，我们还未可知。但是据我观察，苏清婉可是学了一些歪门邪道的法术，他若要传，恐怕父亲大人才会真的完蛋。难道你们没有发现他额间多了一株凤尾花的印记吗？哦，那小贱蹄子确实是有点邪乎啊。父亲，现在我们应该先放下帽子，统一战线。母亲也不过是被人忽悠了，若父亲此时惩罚母亲，那很多事情都不用传便会坐实了。丈夫，我暂且先留你一命。老爷夫人，醉仙楼派人来了。说什么？说大小姐在醉仙楼点南陵，让您快些过去。他们还通知了平王府。什么？你说谁在醉仙楼点南陵？大小姐。父亲，现在正好，府中一切事情我们都可以赖在那个小疯子头上。美男呢？怎么来的这么慢啊？再这样慢，我就去隔壁长乐坊了。主子，清场了，苏尚书和苏家二小姐也到了。小样，有你求我的时候。你莫要顾左右而言他，上次也就罢了，这次你说说，放着本世子一人在家独守空房，你说的布阵布到这里来了。你听我狡辩，本世子就比不上这些烟花之地的男子。不是，大宝贝是最帅的，我就是带孟婆来见见世面嘛。而且我发誓，就是让他们唱唱曲儿，绝对没有摸屁股的想法。婆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婆啊，鬼呢？小医官，别怪姐姐不仗义，实在是怕这只腹黑鬼恢复记忆后找我的麻烦。苏尚书呢？既然来了，怎的不上来？回主子，估计是上不来了。发生了踩踏事件，受伤的偏巧就是苏尚书妇女。那便拖上来。难道要让本世子下去见他不成？是主子。哎，大宝贝，你别生气嘛，下次我来时通知你一声。不来了。你若再来这种地方，便先将欠的粮交了。世子殿下，此女做出这等丑事来，我定然会给世子殿下一个交代的。逆女，你还不快跪下给世子认错！都来这种地儿了，就别装纯情了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当了还要立牌坊，用来形容你和秀兰最好不过了。姐姐，我是着急担心你，才不顾自己的声誉来此的。你怎么如此说我与娘亲？担心我？你一双眼老瞟他。再说我光明正大花钱来消费，不像你还要偷偷摸摸的。既然你我是姐妹，就别见外。快跟姐说说，那3个壮汉哪个更合你胃口？你们都识么字？本世子都会，慢慢教你，就不必在这不耻下问了。逆女，你怎敢如此污蔑你妹妹？世子，你将此逆女交于我，我定给世子一个交代。苏尚书，她是本世子的世子妃，你不行也就罢了，一口一个逆女，是不将皇上的赐婚放在眼里，还是不将本世子放在眼里啊？世子殿下，我父亲也是忧心姐姐，
还望世子殿下莫要怪罪。姐姐做出此等有辱妇道之事，我也很痛心。我相信姐姐是犯了病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才来的。你瞧不起谁呢？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，不就是青龙吗？世子妃来此是本世子允许的，她来此是为了协助太子调查一件案子，不然怎么可能如此正大光明的来？世子妃确实只在包房待着，铁南陵的另有其人，是我手底下人看错了。好了，老壁灯，再不回去，秀兰又给你戴绿帽子了。哇，走了，带你去逛酒吧，不是酒楼，恰最好的饭，听最熟的卦。吃什么呀？吃饭是大事儿，吃什么必须好好想一想。我想到了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鱼香肉丝配鸡腿。听说了吗？昨晚的事儿，那哪能没听说呢？不就是苏尚书带着自己的亲闺女去逛了醉仙楼吗？是啊，这事儿估计都传到皇上耳朵里了。我听说啊，那苏尚书，哎呦喂，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你说的是哪个听说呀？还哪个听说？就苏尚书府那个疯小子啊！据说呀，这世子病好之后，皇上下旨让世子妃去讨债，这世子妃讨的第一家就是自己的娘家。还有这事儿呢？可不是吗？我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在宫里边当差，传出来的，那都是一些旧账了，皇上自己都要不来啊，怎么可能一个疯子能要得到呢？是啊，我看皇上啊，就是故意为难这世子妃，完不成任务好降罪于他呀，这样呢好重新给世子说亲呢。据说呀，那些世家大族的女人们也是这么想的，为了嫁给世子，已经背地里花钱请人出主意了。出什么主意？你傻呀，当然是如何不还钱了。不是，你谁呀？我就是你们口中的炮灰小疯子啊！我就是怕你们传的不对，来纠正纠正。毕竟是传我的谣言，我一定要督促督促的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好了，你们继续哈。苏清婉说着，端起自己的小碗，将桌子上的一整个烧鸡捏着鸡脖子拿走了。我瞧着你们也吃不完，浪费可耻。总共就点了2盘青菜1个烧鸡，青菜还全在他碗里，他们还一口都没吃呢。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快些吃，不然一会儿挨揍跑不了了。你不是有银子吗？为何不再点一些？别人桌子上的总是最香的，就像别人的老一样。再说我还有一大家子要养呢，总要省着点儿。点菜熬子的时候可没见你这么省的。我想不想发大财？不通用，我在地府也不缺钱，那些个走后门的给的钱花都花不完，更别说阎王的小金库我随意使用了。就瞧不起你这种有钱有势鬼的嘴脸。你还瞧不起我了？你那些个师兄拉出来，哪一个不是3界翘楚？你要啥给啥，更别提你师傅和那个腹黑鬼了。别提了，我都快力气满了，也不见他们顺路看看我的。天上人间隔着99重天呢，你告诉我怎么顺路？你一口一个腹黑鬼的叫着，就不怕他掀了地府啊？别提了，已经掀过了。什么时候？展开说说。展不开，吃你的烧鸡吧。你是这醉仙楼的东家，世子妃与你们有生意来往。回世子确实是有一些生意往来。弟妹可真是个妙人啊！不知世子今日来是有何事？他瞧上你这醉仙楼了。你能将这醉仙楼做到京城最大，想必也是有些本事在身。你若为朝廷所用，日后该你挣的钱一份也少不了。这几年一个人左右逢源，顶着这醉仙楼也是好几次在死亡边缘靠着。若能为朝廷所用，自然也是有了一个靠山。这靠山还不是一般的大，随即想也没想，便立马应了下来。还有一事，日后世子妃再来，不可再由着她的性子点南陵。这奴家也管不住呀。那你便拖着，随时去皇城司汇报，拿着他去，皇城司没人敢拦你。好了，日后你可以变回自己的真实样子了。
世子爷好眼力。说完，手伸到自己后脖梗，扯了一把，将脸上的人皮面具撕扯下来。奴家想问问世子是如何知道奴家是易容的？你以为本世子为什么会选在你这醉仙楼，而不是对面的长乐坊？你虽表面上干一些买卖人口的勾当，但私底下那些不愿意的，都被你以杀了丢去乱葬岗的名义实则放走了。包括当初的何秋月也是，你如真要上些手段，估计他来的第一日就已经被迫接客或者死了。不然你觉得凭一个东陵人的身份，能在我北州的地界翻起什么风浪？婉婉呀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，女儿找到了？找到了。这会儿正和瑞儿在花园里玩呢。这些送礼的怎么回事？本来是你黄伯父想着池儿病好，庆祝一番，顺便薅那些大臣们一些礼。这昨日我去皇城司的路上，正巧碰见了一个讨饭的小乞丐，想着让人带去你办的那个收养院。谁曾想那小孩上马车时没踩稳，摔了一下，把衣服划破了，正好露出了胎记。这不，祝贺皇上找回五公主的贺礼也一道送这里来了。苏府的事情本宫听说了，你们是不知道，皇上今日下朝跟本宫说，那些个大臣们个个心惊胆战，就怕下一个要债要到他们头上。不过呀，也有一些叫嚣着不怕的，就比如曲丞相。老叔，你是想让我先去屈家讨债吧？要不还是我们婉婉聪明呢。你皇婶子我好苦的，曲资那个王八蛋让老娘我装病憋屈了那么些年，为了北周老娘都不在意，竟然敢将我的灵儿调包。婉婉，你一定要帮皇婶出口气。是啊，婉婉，帮帮你皇婶子。我们姐俩这些年，一个在皇宫，一个在平王府，没少忍气吞声。世子妃，我们跑那么快干嘛？走直点，我怕他俩让我叫阎王。鬼，有鬼啊！真的有鬼啊！母亲，我真的看见鬼了。那个苏清婉就是一个魔鬼，他能将黑白无常给请过来。儿啊，这世间哪有鬼？那都是骗人的把戏。你莫不是被那个死丫头骗了？我亲眼所见的，他身边跟着一个那个女子，是孟婆。母亲，这苏清婉根本就不是疯子，他是鬼，是魔鬼。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女鬼，将自己的眼珠子抠下来砸我，他还会施法将我定住。老爷，圣儿莫不是被吓傻了吧？这苏府的那个小疯子，难道真的有如此本事？哼，都是一些糊弄人的小把戏，本官就不信他还能通三界。早些年怎么就没听说过他有这种本事？再说了，他若是有这本事，苏文祥那个老贼会不管不问拿他当炮灰。可我听闻皇上让他讨债，他从苏府讨的利息都是本金的好几倍。哼，就算如此，那也是他在苏府生活了10几年，定是知道苏府很多人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被威胁了。他要是能从老子这里拿走1个字儿，我管他叫爹。虽然有些占我便宜的行为，但我勉强同意了。好大儿，鬼啊！鬼！我乖孙这是怎么了呀？疯子，你何时进来的？儿媳妇，一会给我打包点这个。放肆！本官问你，为何不拿？苏清婉手指轻轻在茶杯上一弹，茶盖便飞离手中，砸在了曲丞相膝盖处。老爷，真是个好儿子，一来就行此大礼。曲丞相想要起来，却发现膝盖怎么也抬不起来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很简单，好好跟姑奶奶说话。丞相夫人看着一脸痛苦的丞相和一脸害怕的儿子，努力克制住自己颤抖的声音。我们好好说话，你先让丞相起来。别打量了，看了也不会少你1个子儿。
苏清婉啪一声将一张纸拍在桌子上。想必你已经听说了我讨债的事情。这是欠条，信，拿给他看。世子妃，我在这儿。哼，骗人的小把戏，当真以为能骗得了别人，就能骗得了本官？唉，好累啊，不想玩了。乖，快将欠的银子还了，爹好趁早享气去啊。哼，本官说的是，你要是能从本官手里拿走1个子儿，可到此刻为止，你1个子儿也没拿去啊。也对，那你便赶紧将欠国库的银子给我吧，准儿子。你，杏儿从苏清婉的身后走到出来，拿起桌子上的欠条往屈丞相的方向走去。看清楚些，别说我家世子妃讹你。大胆！你一个丫鬟，怎能如此没有规矩？你家主子难道没有教过你最基本的礼仪吗？我家世子妃说有钱还欠债不还的都不是人，礼仪是对人的，我为何要对一个畜生都不如的有礼貌？来我堂堂丞相府撒野，我倒要看看你主子能护你到何时。来人呐，给我掌嘴！丞相夫人话音刚落，2个丫鬟从身后走上前来，已经做好了要扇杏儿脸的姿势，一巴掌扇下去。只见那个最先抬手的丫鬟捂着自己的脸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杏儿。瞧瞧瞧瞧，定是你家丫鬟觉得自己的主子没教育好自己，自己动手打自己了。杏儿学着苏清婉的口气说着，另一丫鬟见状，快速地抬起手，狠狠落下。你在做什么？还不快停下来！回夫人，奴婢的手不听使唤，停不下来啊！苏清婉一脸玩味，还从包包里抓一把瓜子嗑着。是你？夫人救我！此时屈丞相捏着手中的欠条，眼神像是淬了毒的蛇，恶狠狠地盯着苏清婉。他是绝对不会将银子拿出来了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本官知你有疯病，不用杀人偿命，那你便杀了本官。今日就算你不杀本官，本官也会去皇上面前告你将我儿吓成了傻子。老爷，杀你做什么？好端端的让我背上因果。虽然本大仙不怕背因果，不过背多了确实也是烦人的紧。这样，本大仙送你一卦，不要钱。屈丞相干脆装死不作声，苏清婉自顾自地算了起来。苏清婉猛地一拍桌子，惊呼一声：“我知道你在一座别院私藏军火，那别院就在……住嘴！我就说，那别院就在东边的。我给你先别动，我给你银子便是。不过，你要先告诉我，谁让你诬陷本官的？哼，诬陷你还想狡辩？本大仙的卦就没有不准的时候。那你再算一个，算准了，我就信你。卦不足空，给钱。你刚刚不是免费算了一卦吗？刚刚是刚刚，现在是现在。你现在比刚刚还更老了一些，离死亡更近了一步呢，能比吗？屈丞相一时哑言，手摇了摇示意身后的丞相夫人拿钱。丞相夫人随手掏出100两。不够，100两还不够，你还想要多少？1000两。什么？一个卦1000两？你这怕不是来讹钱的吧？还算不算？不算呢，我就出去喊那军火私藏的地方了。给他。丞相夫人一脸不情愿地掏出1000两。说吧，算什么？我不需要你算什么。既然我儿说你身边跟着鬼，还跟着孟婆，又能叫来勾魂的使者，那你别让本官亲眼瞧上一瞧。我若是瞧得见，你说让我还多少，我便还多少。苏清婉眉毛微皱，半晌不说话。屈丞相冷哼一声，他就知道都是骗人的，他才不信有人能与鬼做朋友。怎么样？你若是招不来，
那便乖乖回去，不要再出来当神棍。唉，早知道你的要求这样简单，何必浪费姑奶奶我这么久的时间呢？不过，孟婆今日我招不来。呵呵，你只要让我看见鬼就行，当然，也不一定非要是鬼。没想到准大儿如此体贴，倒不是招不来，只是孟婆今日陪我母妃唠嗑呢。大希儿，你看，让他们瞧见我，让我去吓一吓他们。冯秀儿双手握拳，鼓着腮帮子。我一定将他们吓得胆汁都要吐出来。好，就依你。冯秀儿站在两人中间，阴恻恻的笑着，抠出2个眼珠子，一边扔一个。鬼，是鬼啊！老爷，是鬼！不还钱，我今日就睡在你们中间。还不停地冲着两人吹冷气。屈丞相虽然没有尖叫，但是双腿已经不听使唤的抖动。黑白无常还见吗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我们相信了。那还钱吧。你先让他消失。秀儿，你一共欠了5万两。我这就去给你拿。阿婉，你赶紧带他们走。别急呀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这只是本金，还没有算利息呢。这利息要多少啊？苏清婉不说话，竖起一根手指。1万两。苏清婉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答应了。快去拿银票。黄金？什么？1万两黄金。1万两黄金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别说我这丞相府了，这整个京城有几个大臣家里能拿出1万两黄金的？这北周如今战事吃紧，年年给其他3国上贡，若有那么多钱，本官早就将欠的国债还了。你若不想自己掏这1万两黄金，我帮你出个主意，你将别院的军火抵了，或是卖了，怎么着也能卖1万两黄金。哎，休要胡说！你现在不递给我，一会儿那些军火还是要被人偷走的。屈丞相心中一紧，想了一会儿又放松下来。就是有人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一夜间将所有军火都偷走。这1万两黄金，本官确实没有啊。你若想要，便少要一些。再过1炷香时间，就不是1万两黄金能解决的了。你这不是抢劫吗？难道我来的时候没告诉你，我是来抢劫的吗？老爷，这如何是好？我都说了，这1万两黄金，本官拿不出手。你看看，需不需要本大仙替你提点一下？苏清婉说着，扭头看向秀儿。出门左拐第5间房，东西方角落处有盆花，里面有机关。停！我给。屈丞相连忙制止。苏清婉说的正是他书房的密室，那密室机关只有他一人知道。不想这小疯子竟然说的一点都不差。那便快去拿吧，拿完了，本大仙还有别的事情呢。拿可以，只是啊，这1万两黄金可不轻啊。不如改日我派人送到王府。你只管拿来就好。那本官这就去拿1万两黄金。他倒是想看看这苏清婉怎么将这黄金运回去，能掐会算，不一定会武，一会儿派几个身手好点的再劫回来便是。你俩装一下。星儿和秀儿欢快地撑开包，一股脑地往里面装黄金。屈丞相在一旁暗自嘚瑟，一个破包他就不信能将这一大箱的黄金都装进去。这个想法在脑子里还没有停留多久，就打了自己的脸。屈丞相和丞相夫人张着嘴看着快见底的黄金和依旧没有变化的包包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雅青牌特制包包，想要吗？100两。屈丞相眼珠子微转，这包倒是可以让他轻松转移一些东西。快速从袖袋中掏出一张100两的银票。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？3日后来王府取。好了，别走了哦，你们好好过日子吧。抓紧给他办丧事吧，到时候
记得叫爹吃香。世子妃，那个屈胜是要死了吗？不死难道给活人办丧礼啊？那屈胜平日里作恶多端，命数已经走到头了。